Hello，大家好。最近呢，蒙特利尔终于没有那么冷了。因为我是3月出生的，所以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是春天出生的。但是到了蒙特利尔以后呢，我才发现原来我是冬天出生的。那最近呢，我去剪了头发，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其实呢，我比较喜欢自己长发的样子。那为什么去剪头发呢？其实也是因为迫不得已。为什么说迫不得已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呢，掉头发特别的厉害。这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有好些朋友也是从中国过来的，然后他们也同样抱怨说，到了加拿大呢，就特别容易的掉头发。有人跟我说是因为加拿大的水质比较硬，水质比较硬的意思就是，在水里面含有过多的矿物质，那这就会导致头发比较干枯，容易掉发这样子。当然也有朋友打趣我说，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所以更加容易的掉头发。那作为我个人而言呢，我还是相信第一种说法，就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加拿大的水质硬的原因导致我掉头发。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是因为在来加拿大之前呢，由于工作的需要，我需要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当时呢，因为我拿的是商务签证，所以我不得不一段时间在美国，一段时间在中国这样子。那在那段时间里呢，我就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当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我就掉头发特别厉害，然后到了中国以后，就好很多。那其实就是说，美国的水质跟加拿大一样，也是非常硬的。现在呢，我已经连续在加拿大待了差不多有4年了吧。我就觉得掉头发这个问题，其实呢，已经让我到了有一点焦虑的程度了。就是我会发现，就是当我发现头上有白头发的时候呢，我都舍不得把它拔掉，因为感觉自己的头发实在太少了，连白头发都不舍得拔。当然我现在白头发也很多，我觉得我的白发呢其实是遗传我爸爸的，因为我爸爸他在30几岁的时候就有很多白头发，然后他也是从3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染发的。那我奶奶呢，她也是白头发白得很早。我记得我奶奶在5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头白发了。50多岁，差不多6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头白发了。然后但是呢，我奶奶没有染头发。其实我觉得就是她的一头白发呢，还是挺漂亮的。虽然说，变老呢是一个自然的规律，然后我也经常提醒自己要接受自然衰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是当我看到我头上有白头发的时候呢，仍然是有一点点的焦虑。所以上个星期呢，我剪完头发之后，把自己的头发也染了一染，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颜色有一点区别。我呢没有在理发店染头发，而是自己在家里染的。那用的呢也不是普通的染发剂，而是一种叫henna。海娜粉。那海娜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是一种植物。那这种植物呢，在印度和
在埃及、在印度有非常多。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个海娜这种植物呢，经过加工以后磨成粉。那这种粉呢，就是经常可以被用作于染头发啊，或者是染指甲。还可以纹身这样子。那因为它是纯植物的，所以呢，应该是要比普通的染发剂要健康一点吧。因为普通的染发剂呢，它或多或少都会有化学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海娜粉呢，它是纯天然的，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物质，所以呢，它其实就是染发的那个时间呢，也要比普通的染发剂要长一点，因为它不太容易上色的。那比如说像我呢，就是把咖啡和海娜粉混在一起染头发。那咖啡的这种棕色呢，是可以使你的头发的颜色加深一点，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头发的颜色太浅。那就是而且呢，就是它染出来的颜色可能跟你的就是染发剂在你的头发上面停留的时间有关系，也跟每一个人的发质有关系。那比如说我觉得我染出来的头发呢，就有一点点偏黄，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染出来就是非常的红，就是红色的那种。那我觉得它就是比如说我的那个头发，我去染它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在我的头发上面停留了将近6个小时，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头发颜色浅嘛，就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了。所以呢，就是说，可能我停留的时间长，然后再加上我加了咖啡，所以调出来的颜色呢，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自然的，也是我比较能够接受的那个头发的颜色。然后网上也有人说呢，因为海娜粉它没有化学物质，所以呢，它其实染头发那个颜色呢不是太牢固的。那如果你经常洗头发的话呢，那个颜色是会就比较容易掉。那有些人呢，可能1个月就要染一次。那现在呢，我是染了2个星期，所以我还需要再观察一下，看看它掉色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那其实呢，每次看到我自己的白头发呢，我都会想到在自己的小时候有看过一个当时还特别受欢迎的一个电视剧叫白发魔女。它里面呢是讲一个年轻的那个女孩子，她是遭遇了情人的背叛，所以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那也就是说她的头发全白了，但是她的脸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的。那然后呢，从此以后这个女孩就再也不相信男人了，好像还找男人复仇之类的。因为太早之前看这个电视剧，所以剧情呢我有点记不得了。但是每次看那个白头发呢，看到我的白头发都会想到这个电视剧。所以呢，就是怎么说呢，就可能你的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包括你的头发的状况，跟你的心情也是很有讲究的。好了，那今天我剪头发和染头发的事情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你们可以从中学到有用的词汇。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